巴菲特曾反复强调，比起金钱，我更看重时间。我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忙碌，我80%的工作时间是在思考。他的好友查理芒格也这样评价道，正是因为这大量的时间的思考，铸造了史上最成功的投资帝国。这个世界上，富人越来越富，穷人越来越穷。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富人比穷人有更多的时间思考。穷人每天忙碌奔波，回家拖着疲倦的身体，享受着上流社会带来的奶头乐计划，刷着手机，看着视频，打着游戏。在富人的眼里，穷人不需要思考，他们只需日复一日的工作，外加一点点的娱乐。富人通常有更多的自由时间，可以专注于深入思考和研究，并寻找新的机会和创意解决方案。他们明白时间的价值，并将其视为宝贵的资源，用于提升自己和追求更大的成功。巴菲特在一次采访中提到，现在年轻人每天循环的在做5件事情，浪费了大量本该用来思考的时间。下面我们来一一解读。3分钟热度。你是否认识这样的人？他们总是充满热情地开始新的项目，今天开始投身于抖音创作，明天又转向电商行业，后天可能又想开设一个线上课程平台。但是这些热情往往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，在开始的2-3周后，他们就失去了兴趣和动力，转而寻找新的更有前途的项目。这不仅浪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也让他们陷入了一个不断追求但从未实现的循环，对自我产生了深深的怀疑。但凡世界上的成功都是靠努力和时间慢慢积累的。J.K. 罗琳，他花了约7年的时间，从一个无名作家变成了全球畅销书《哈利波特》系列的作者。杰夫·贝佐斯，他从1994年创立一家网上书店开始，经过约24年的时间，亚马逊才成为世界500强企业之一。大家都熟知的史蒂夫·乔布斯，在被苹果公司解雇后，他花了12年的时间创立新公司，并重新回到苹果，带来了一系列革命性的产品，彻底改变了科技产业。这些都证明了成功需要一个持之以恒的努力。英文里有个词叫 burnout， 当你熬夜写文案，熬夜赶项目，或许达到了你的短期目标，但你应该问一下你自己，你这样还可以熬几天？我可以理解，热情来的时候很难说服自己去好好睡觉，但这也正是大多数人3分钟热度的根源。你需要做的是把你的努力转变成一个持久的动力源泉，而不是短时间的爆发。拿练习钢琴来说，一开始就每天10分钟，从一首曲子开始。当你的身体和心理认可这10分钟并不给你任何压力了，再慢慢增加时间。坚持永远不是自己逼自己，而是一个像在吃饭睡觉一样平常的事情，成为你的一种习惯，这样你的努力才能慢慢产生质变。2. 过度社交。各位不妨算一下，每天花在各种社交媒体中有多久，在各种聊天群发帖子、刷动态、评论、点赞，甚至对骂。美国人花在这些事情上的时间是每天2小时3分钟。但你真的需要花这些时间去进行这些社交吗？你懂的，那种刚睡醒，手机就已经在手上的感觉。先是查看工作的新邮件，接着滑新闻，心里盘算着第3次世界大战好像就要来了，然后又不自觉地开始浏览那些你其实都不认识的人的动态。你强迫自己放下手机，开始准备做一点正事，但此时又有通知跳出来吸引你的注意，一下子你又回到了那个算法所带来的洪流中，不知不觉中，1天中的黄金时刻就消磨掉了。大多数人的现代生活就是如此。当你真的放下手机，让自己静默2天，其实也没啥重要的事，而换来的是你的思考的时间，是你规划自己未来的时间。我做过一期视频，介绍了一个5天戒手机的全过程，如果需要可以点击观看。3. 怀念过去。活在过去的人永远错过现在。这句话提醒我们不要沉迷于过去的回忆，而是要把握当下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因为过去的决定感到焦虑和后悔，这可能意味着你目前的生活状态并不理想。就拿史蒂夫·乔布斯来说，他年轻时做出了许多争议性的决定，包括离开他自己创立的苹果公司。但他没有被过去的决定所束缚，而是选择向前看，不断努力，最终成功地回到了苹果，并利用他在外界积累的经验来丰富公司的业务。
乔布斯自认当初的决定不够明智，但他也明白人不能总是活在过去。适时的反思是必要的，但我们不能让过去成为今天的束缚。正如霍金所指出的，如果身体有残疾，这个并不是你的错，但如果你抱怨过去，抱怨困境并不能带来任何好处。成功的人是那些能够放下过去，把握现在，并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来创建更好未来的人。4. 计划太久，完美是良好的敌人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过度计划和追求完美会阻碍我们的进步和实现目标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例子：有些人想要创建自己的电商平台或开设一家线上商店，但他们却陷入了无止境的计划中，研究市场、比较产品、设计网站。这些过度的计划不仅让你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并且会让你期望过高。一旦计划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进行，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，并且很难做出相应的调整。拿马斯克来说，他在创建 SpaceX 和 Tesla 的时候，并没有等到所有的条件都完美无缺才开始。他敢于冒险，敢于在计划不完全成熟的时候就采取行动。这种勇于实践的精神不仅加速了他的成功，也让他在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无法通过纯计划得到的经验和知识。马斯克自己也承认，他的许多计划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明确和完善的，但他作为一个工程师，什么事情都喜欢先实践，从实践中再慢慢调整计划。正如许多成功人士所强调的，行动是成功的关键。过度计划不仅会消耗你的时间和精力，还会削弱你的决心和动力，更会延迟成功，而不是保证它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学会在合适的时候停止计划，并开始采取行动，即使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不完美的情况下前进。5. 喜欢一心多用。许多人在吃饭时看电视或滑手机，或者在开会时偷偷回复邮件，陪家人玩耍的时候一边听电子书。这种一心多用的方式看似可以节省时间，但实际上就是什么事情都没做好，饭没有好好吃，邮件回得敷衍，而家人又会觉得你心不在焉。这不仅降低了我们完成每项任务的效率，而且也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，因为它增加了我们的压力和焦虑。比尔·盖茨，他是一名知名的单任务处理者。他认为，要想成功，就必须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一件事情中。他的 Think Week 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。他会选择1周的时间，完全隔绝外界的干扰，专心思考和阅读。这种方式不仅帮助他保持焦点，还让他有时间深入思考和创新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学会放慢脚步，专心致志地完成一项任务，然后再转向下一项。这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，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享受当下的时光。记得，真正的效率不是在于你可以同时做多少事情，而是在于你可以多专注地完成每一件事情。从3分钟热度的追求到过度社交的沉溺，从对过去的无意怀念到过分的计划和一心多用的工作方式，这些都浪费了我们人生中太多的时间。希望你能把这些时间换成思考的时间，相信你的人生会在不久的将来有个光明的转变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对你有帮助，不妨点赞订阅。最后，正如巴菲特和他的好友查理芒格所说，成功是需要时间和持续努力的，而不是一蹴而就。我们期待着你的成长。